想当初，楚风还在百炼凡界，第一次进入天庭圣殿，曾遇到一个男子，以精神力与楚风竞争宝物。那个人正是仙海硕一。这仙海硕一在仙海鱼族的地位本是较低的，他母亲是照顾小鱼儿的奴婢，也正因这个关系，他得以接触到小鱼儿，而小鱼儿又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，对所有族人一视同仁，所以使得仙海硕一与小鱼儿有了不错的关系。但小鱼儿只是将他当作朋友，可他却对小鱼儿心生情愫，尤其是小鱼儿去往东方海域又被接回来后，脚上不仅多了一个脚链，对仙海硕一的态度越发冷漠。敏感的仙海硕一虽不知那脚链是何人所赠，但也怀疑这脚链可能是男人所赠，因此一直送小鱼儿脚链，是想利用自己在小鱼儿心里的地位，用自己赠送的脚链取代小鱼儿脚上的那一条。只是可惜他高估了自己的地位，小鱼儿一直不肯。当他那一次进入天庭圣殿，而后又败给楚风之后，使得他非常郁闷。在见到小鱼儿的时候，就将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。他表面是想让小鱼儿摘掉那个只是骑兵的脚链，实际上是想宣示主权，不想别的男人取代他在小鱼儿心里的地位。但结果是他在小鱼儿心里根本没什么地位，对他客气就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尊重而已。但他吐露心声的结果，则是换来小鱼儿的反感，从此丧失了接触小鱼儿的机会。但他不知悔改，反而想着自己努力修炼，让小鱼儿刮目相看，期望着重心回到小鱼儿的身边。尽管他也知道与小鱼儿差距巨大，但却仍抱有重新获得小鱼儿青睐的幻想。每增进一层修为，内心都是狂喜。突破之后几乎没有休整，仙海硕一再度投入到修炼状态。这些年来，他早就养成了这种习惯，除了修炼、保资源，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。甚至哪怕有人谈论仙海鱼儿，他有的时候都不会认真去听。他知道现在还不是见小鱼人的时候，但是当他听到仙海鱼儿如今就在此地后，他却怎么都无法专心投入到修炼之中，最终还是睁开了眼眸。莫非鱼儿真的来了？尽管不想现在这个修为见到仙海鱼儿，可他还是御空而起，想要看看仙海鱼儿是不是真的来了。若是来了，哪怕不打招呼，自远处看一眼也是好的。而很快，他心脏开始快速跳动，因为他找到了那个朝思暮想的身影。阳光下，白到发光，宛如婴儿一般细嫩的肌肤，再加上那修长的美腿，以及无可挑剔的脸蛋与体态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如果说此地美如仙境，那么小鱼儿便是此地唯一的仙女。仙海鱼儿不仅是他眼中最美的女子，也几乎是所有男人见到后都会认定为最美的女子。鱼儿，你还是这么美，美到无懈可击，世间所有美好的形容词都不足以用来形容你。看着那绝美的脸庞，仙海硕一也是不由得笑了。他回想起曾经和小鱼儿经历的种种，尽管那是自作多情，可他却时常回味那事。可是很快他愣住了，脸上的笑容变为愤怒，因为他发现小鱼儿一直在盯着一个人。他起初以为那是仙海少羽，可当他打量那个人之后，仙海硕一整个人宛如石化一般。这个人他认得，正是在天庭圣殿以精神力争夺宝物时让他吃瘪的那个男人楚风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仙海硕一揉了揉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。尽管上一次被楚风击败，可他根本不知道楚风是什么人。于他看来，那不过是一个垃圾，能够击败他也只是因为天庭圣殿的限制。若是当初不是比拼精神力，不是自身修为无法使用，他一个念头就能让楚风粉身碎骨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垃圾，怎么有资格进入仙海鱼族的修炼之地？凭什么还要让尊贵无比的鱼儿殿下陪着他一同修炼？并且越是观察仙海硕一，越是感觉不对劲。楚风在池中闭目修炼，小鱼儿光着小脚丫坐在池边，脚腕上依旧带着那条脚链。以往只有仙海少羽修炼，小鱼儿才会偶尔陪伴，其他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待遇？而仙海少羽修炼的时候，调皮小鱼儿都会用小脚丫拨弄池水，并且一般陪那么一小会就跑出去玩了。可现在的他却只是乖巧的坐在边上，都不敢用脚丫去触碰水池，就好像生怕影响到对方修炼一般，乖巧到简直难以置信。最主要的是，小鱼儿看着楚风的时候，竟是目不转睛，嘴角还洋溢着淡淡的笑容，那是无比信任的目光，那是洋溢幸福的笑容。明明在小鱼儿看来，陪伴修炼如此无聊的事，可此时的他却是如此享受。这一刻，敏感的仙海硕一明显察觉到了什么，于是他的手掌猛然抓向胸口。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疼痛无比，那是一种比肉身痛苦还要难以承受数万倍的痛。混账！猛然间，仙海硕一发出一声怒吼，这声怒吼引得所有人的注意，就连修炼的楚风也是睁开了眼眸，因为他感觉到一股杀意正在向自己的方向飞掠而来。然而那位还未靠近，便从高空之上坠落而下。不是仙海鱼儿出手，也不是楚风出手，而是负责看守此地的长老出手了。长老一只大手捏住了仙海硕一的脖子，将他死死地按在了地上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仙海硕一散发着滔天杀意，奋力挣扎。抱歉，楚风少侠，打扰到你休息了，我这就将这个疯子关押起来。那长老就像是抓鸡仔一样，一把将仙海硕一提起，便准备将其带走。等一下，我认得他。可楚风却忽然开口：大哥哥，你认得他？
不只是小鱼儿，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到意外。我当初进入天庭圣殿，遇到过一个对手，那个人就是他，仙海硕一对吗？你还记得我不？小爷楚风是曾击败过你的人。楚风面带笑容，甚至故意模仿起了初见仙海硕一时的语气。他看到仙海硕一，并没有任何不爽，反而感到很开心，甚至有点像看到一个旧友。因为仙海硕一让他回想到了曾经的自己，还待在百炼凡界修炼，没有见过世面，连仙海鱼族是什么样的庞然大物都不知晓。当时楚风眼中的庞然大物，还是统治大千上界的楚氏天族。那时的他虽然弱小，但却无所畏惧，也是楚风不可磨灭的成长印记。楚风从不觉得从前弱小的自己多么可悲，反而引以为傲，时常怀念。我当然记得你，你这小贼是怎么闯入我仙海鱼族的？你到底想对鱼儿做什么？仙海硕一怒声问道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十分意外，没想到仙海硕一还真认识楚风，但显然这不是什么好的经历，所以没人羡慕，反而许多人连连摇头。他们都知道仙海硕一的最楚风，那这辈子怕是都完了。尽管楚风面带笑意，没有丝毫怒火浮现，可站在楚风身旁的小鱼儿目光却极其骇人。他们从未在小鱼儿的眼中看到如此可怕的眼神。放开我，我要宰了他！仙海硕一咬牙切齿，闭嘴！可伴随长老武力的覆盖，他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。抱歉，楚风少侠，也不知他是发了什么疯，给您添麻烦了。长老满是歉意。无碍，我和他确实有过一点小过节，不过都过去了。前辈，若他是其他原因，正常处理即可，但若是因为我，还望从轻发落。话罢，楚风便看向小鱼儿，走吧，大哥哥，你修炼完了吗？小鱼儿问。楚风点头，旋即楚风便与小鱼儿离开。楚风根本没有教训仙海硕一的想法，过去的恩怨他已不在意，何况现在的仙海硕一连让他出手的资格都没有。仙海硕一被丢入地牢，怒火退去后也随之清醒，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，但他依然不理解那个人是怎么认识小鱼儿的，小鱼儿为何因为他对自己露出那样凶狠的目光。毕竟在仙海硕一看来，就算他与小鱼儿这几年没联系，但以往的感情也还是有的，至少相比于其他族人，他在小鱼儿心里的分量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可先前他发现小鱼儿的目光中有杀意，哪里还有旧情可言？小鱼儿分明想杀了他。硕一，你疯了吗？忽然牢门打开，仙海硕一娘亲走了进来，她已哭成泪人。娘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那个人他凭什么让鱼儿陪他修炼？他什么东西？我真的忍不了。仙海硕一解释他冲动的原因。硕一呀，硕一，你修炼修傻了吗？你真的不知道那位楚风大人是何许人也？仙海硕一娘亲难以置信地看着仙海硕一，您叫他大人？看着自己娘亲这样的表情，仙海硕一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可能错误估算了楚风的身份，那位似乎不是废物，不然他母亲怎会称其为大人？于是赶忙问他，难道身份很特别吗？当然了，莫说我们母子，当今浩瀚修武界，怕是没几个人愿意得罪他。旋即，仙海硕一娘亲便为仙海硕一讲述齐楚风的身份以及楚风的事迹。当得知楚风是界天染的儿子时，仙海硕一已是目瞪口呆，苍白如纸。当得知楚风感应刚7界圣府，又能全身而退，仙海硕一已是浑身瘫软，难以站立。当得知楚风横扫当今远古所有小辈，名列当今小辈之首，就连仙海少羽和仙海鱼儿都不如他时，仙海硕一更是面如死灰，满眼恐惧，如同一滩烂泥躺在地上，无力站起。他终于知道为何那长老如此惧怕楚风，只因他释放杀意，便直接将他抓起关押此地。也终于知道为何仙海鱼儿对他投来那样可怕的眼神。相比于楚风，他又算得上什么东西？其娘亲的讲述宛如一记记重锤，不断砸向他的脑袋，但却将他砸醒了。他躺在地上，瞪大眼睛，颤抖着嘴唇，虚弱地吐出了几个字：娘，我是不是死定了？硕一，幸亏楚风大人他大人有大量，没有追究此事，但你当众之下对贵客如此无礼，也是不能不罚。你将被关在地牢内100年，但100年之后可以继续修炼。仙海硕一母亲道：100年，换作以往，听到这个时间，仙海硕一必然疯狂。100年一过，他便再也不是小辈了。可现在听到这个100年，反而是松了一口气。得罪楚风那种人物，只是关押100年，他也知道这是很轻的惩罚了。至于追赶小鱼儿的梦想，在生死面前，便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。娘亲，你说楚风无依无靠，只凭自己从祖武天和那种地方走出来的？仙海硕一问。是啊，至少目前来看，楚风大人身后确实无人给他撑腰。仙海硕一母亲道。听闻此话，仙海硕一表情无比复杂，那是一种绝望，也是一种释然。再疯狂的人，在遇到一些事后也会清醒。楚风的出现，使得仙海硕一清醒了过来。他知道，他再怎么努力，也不可能比得过楚风了。他这样的修炼条件都比不过人家，以后还拿什么去追？或许楚风曾经于他眼中真的是一个不入眼的人物，可现在的他却也无法入楚风的眼。毕竟，连浩瀚修武界最顶尖天才的光芒，在楚风面前都已变得暗淡了，更何况是他这种人。仙海鱼族内部传送阵前，小鱼儿不舍得看着楚风，大哥哥，你有事鱼儿就不留你了，不过等你有空了，一定要来找我玩。
下次你来，我哥应该也在了。一定。告别后，楚风便踏入传送阵。楚风并没有离开仙海天河，反而是传送到了仙海天河的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有可以直达9天密地的传送阵。楚风使用9天密地的传送阵进行赶路，会比正常赶路快得多。楚风先来到了7界天河，一个人较多的世界。楚风在仙海鱼族内炼化半神级武力珠所得到的收获，已足以让楚风突破。楚风没在仙海鱼族内突破，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于是他选择在7界天河突破。天雷浮现，覆盖天际，很快又坠落而下。这一幕立刻引起了驻扎在这方世界7界圣府高手的注意，因为这个异象太过惊人。当今浩瀚修武界能引起如此异象之人，恐怕只有一个。于是众高手第一时间向那天雷异象坠落的方向飞掠而去。当他们赶到的时候，皆是一种不妙之感涌上心头。在那天雷坠落的地方，有着一行大字漂浮于虚空之上：7界圣府，一群废物，你们的楚风爷爷与你们领地，来去自如。挑衅，这是绝对的挑衅。可他们就怕这不只是挑衅，就怕楚风真的会搞出一些什么事情来。找，立刻去找，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个楚风找出来。另外将此事报向府内，由府内大人定夺处理。一声令下，7界圣府长老便立刻四散而去，搜索楚风下落。但他们也知道，以他们的实力很难抓到楚风。至于楚风，的确在突破的第一时间就已经离开此地。之所以在这里突破，楚风可不仅仅是挑衅，是为了声东击西。楚风接下来的目标乃是图腾天河，先在这边闹出动静，那天雷异象便是最好的证明。这必然会引起7界圣府的注意，搞不好会派出高手来搜捕楚风。可任凭是谁都想不到，楚风通过9天密的传送，可以在2-3个时辰之内就跨越天河。眼下楚风正在通往图腾天河的传送阵隧道中，而在这传送隧道内，楚风竟布置了一座疗伤阵法，而他则是昏迷在阵法之中，不知多久才睁开眼眸。果然还是有限制。苏醒之后的楚风不由感叹，原来刚刚楚风做了一个尝试。之前6品半神使用血脉技能够获得堪比2品真神的战力，楚风想知道如今已是7品半神，战力是否会继续提升。毕竟在7品半神的基础上，楚风再施展雷纹、雷霆铠甲、雷霆羽翼，不仅将修为提升到9品半神，还能将一重血脉之力转化成逆天战力。可是在使用血脉技后，楚风的战力依旧是堪比2品真神，并没有更进一步。这便确定了血脉技神雷父也是有限制的。前辈，为何您传授我的血脉技似是达到了极限？是我的问题吗？楚风对体内的雷霆巨兽询问，因为他想搞清楚这是血脉技自身的限制，还是他目前能力不足，从而受到了限制。但雷霆巨兽没有回答，明显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楚风指引。楚风也识趣，便没再多问，但他却希望是后者，因为他还会进步，迟早会解除限制。经过一番赶路，楚风终于来到了位于图腾天河的祖武界宗遗迹，但这个遗迹却与楚风想象的全然不同。